您现在收看的是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来祈祷，愿这世间一切吉祥平安，怀着一颗真诚心来祝福，愿每个众生都快乐。好，我们今天提早开始，是为什么？是因为要多唱2条歌啊！各位请把这一本拿出来，我们先来念三宝歌。那希望各位今天在念诵佛曲的时候，是含着一个非常的慈悲心，因为各位都知道，来云顶的人绝对不是来学佛的，都是要来找欲望快乐的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欲望是生命痛苦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要念这个三宝歌，为他们都念。他们边在打牌的时候，突然想到阿弥陀佛，因为念力，然后他就收起来回家了啊。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进到云顶，我都有一个感觉，天罗地网，你跑不掉啊！这边真的是厉害啊！我想老板一定有他的用意啊，所以你就会有那种感觉，这个来这边呢就有被控制的感觉啊。当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来这边你一定要在这边吐出很多钱。那我们呢来这边把佛法留在这边啊，减低大家的欲望啊，然后呢让大家找到这种清净的快乐更重要啊，所以我们要来学佛爱众生。像这一次设计这个，我觉得也不错，黑暗呢，哦，这么黑哦，里面有一点点火啊，就靠各位这几位了啊。所以刚刚我从房间走到这边，每个人都在看我，和尚怎么来这边啊？小孩子看我好奇，别人看我也好奇啊，还有很多菩萨会合掌，阿弥陀佛，一种师父你哪里来啊？所以但是我们呢，宁愿他们，我那时候念的观音菩萨发言，愿见到我者，听到我声音的，看到我身体者，意念我者，皆得解脱。不要赌了，回去吧。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如此。所以第18页，我们来为一切的如母亲的众生念三宝歌啊，第18页。光明，三界火灾终不见破，谁记安宁？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照览万有人悉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至为此事，真正皈依主，尽心受献生命，信受尽奉行。
持，为此事真正归主，尽心手献生命，信守尽奉行。好，麻烦各位翻到113页最后面。那这里面在经典写着，我们唱佛歌，供养众生，供养三宝，有什么功德利益？那为什么自古以来大家都要这样念诵佛曲？所以供养妙就是空性的为利众生的这样音乐，我们就得到10种功德。来，我们一起念下来：一、声相端严；二、见者欢喜；三、音声微妙；四、言辞和顺；五、肢体四悦；六、远离嗔恚；七、庆喜多闻；八、从贵自在；九、命中升天；十、速证圆寂。所以经常播乃至唱好听的，制造好听的佛曲，供养众生。第一个呢，外表好看第二个呢，别人看到你好喜欢接近你，见者欢喜。第三个呢，你的声音呢好听微妙。第四呢，讲话和雅顺畅第五个，手脚轻松肢体四悦，因为唱歌让别人大家轻松嘛，所以反作用力你也得到这样手脚四悦。第六更重要，远离嗔恚，一唱不容易生气了对自己对别人都有这个帮助。第七，庆喜多闻庆喜是阿难的名字了就是说给别人欢喜心，而且呢听闻记忆第一啦，像阿难的记忆力最好第八，从贵自在，别人尊敬我们，而且一切自在第九，命中升天。第十，速证圆寂，圆是什么呢？功德圆满，寂呢烦恼寂灭圆寂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那底下还有写了业报差别经，有写了大概这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样的心来供养音乐来面对一切众生。好，那现在我们来唱一唱我57页，一家人都听过了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爱众生呢？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只蟑螂蚂蚁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佛教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一切众生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爱护众生就是爱护佛陀拥抱苦难的众生才是真正的在拥抱佛陀，供养佛陀。在苦难里面你更能够接近真理。所以呢，各位呢，在路上走这么多人，每一个人你都要看他笑一下，他会说你精神有问题，但是你开始学习这样，然后你跟他笑，他也不得不跟你笑，慢慢你就把自己打开了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难得在云顶碰面了，不管为什么而来但是呢都是结了一个很大的善缘。所以我这2天呢看到很多蒙面的，我特别喜欢看他们，他眼睛特别漂亮其他地方就是眼睛漂亮，就露个眼睛，所以我就一直看他眼睛，他还是看我。奇怪，他就想这个光头为什么要看我？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特别小孩子，各位要念这个不容易因为你会不好意思所以你强迫一天练习看看不容易所以我们佛教都要修到有童子地，就像小孩子看到你都会看的，不容易练习看看所以各位等一下出去看1000个人
啊，然后呢，你们都是我的家人啊，然后看他的时候还要用眼睛用慈悲心看着他们，或念到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就修很大的慈悲心，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真心的唱，然后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家人啊。57页。你的笑声，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你的笑声，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佛教最高的思想叫空性，这个空性的意思是没有单独存在永恒的生命，
一切的生命都依靠的其他的生命跟条件，太阳、阳光、水，种种人事物，我们身体才可以生存。所以呢，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才知道说，原来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是一家人。离开了花跟树，我们也没有空气；离开了土地，万事万物不能够生长。所以学佛以后，哇，就会有开出这样的我们叫无量的心。我们过去呢想的是我好就好，特别是我们华人最喜欢做生意，我赚钱开 Benz， 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别人的苦啊。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了，所以我现在学佛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以前赌博都会输，因为我很慈悲没有一次赢啊。所以因为只想着别人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包括现在买东西从不杀价。因为妈妈在卖，我怎么会跟她杀价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想，如果能够培养这样子空性的心，自然有这个大悲心，去拥抱世界，拥抱众生这是佛教最高的生命的理想。那你就不会孤独，不会寂寞。现在人会孤独，会寂寞，就觉得自己落单了，要找一个来依靠却不知道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的助缘，都是他的父母众生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寂寞的。我认识你，只是你不认识我而已所以因为我们学佛了，知道众生蟑螂蚂蚁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看到他只有欢喜快乐，有缘才会碰面所以我们要如此经常的有这个空性来拥抱一切。所以各位请翻到60页伟大的第17世大宝法王现在22岁，在他20岁的时候呢，就写下了这个世界那各位你看那个心境有多大？世界就是我们的母亲。这一条比较难唱，所以不唱，用念的但是各位在念的时候，请你用心念，用心煮了一碗饭都好吃了你要煮开水，一直往那边，开水就变甘露水用心加在这里面，这是佛教里面的重点所以我们各位，你现在念的时候，要把整个世界观想在你面前，山河大地，包括有情的天神地鬼蟑螂蚂蚁，我要对你发这个愿。特别这个词是如佛陀的大宝法王所写的，他的心愿世界大家一起来念来翻到来一起念来。世界我们在您怀里生生死死，我们的苦乐在您身上自然舞动。您是我们的家，从古至今我们永远珍惜您，愿您化为那梦中的净土，一切平等无私的国度，与慈爱温柔的天女，拥抱着您的期盼，坚定不移。您是最亲的滋养，切莫任意展露您黑暗的一面。我们要让您的一方一土成为和平良田，千万幸福的果实，自由芬芳，圆满成熟我们无尽的期望这个就是修学大乘佛法那种清净平等观。所以各位哪一天你走路踏在这个土地上，你都会觉得好快乐。各位你走到花园，看到花的味道，你就觉得好美你只要闻个空气的时候觉得好像吸收了甘露。为什么？你跟这个世界合为一体了，爱这个世界了。一个人会忧郁症甚至自杀是什么？他灰心了，他觉得他很痛苦了所以呢，欲望越强，内心就越痛苦慈悲心越大，融入了空性了。所以什么叫寡人？一个人越地位越高，越有钱，他越孤独，也怕，他怕有对立所以呢，佛陀要我们出家人理个大光头，每天晃来晃去，最好去托钵那这样呢，你要感恩所以我要出家的时候，我师父说不要带半毛钱来，不准带半毛钱来。
我说师父要放一些啊。他说不行，把你剩下的分成2份，一份供养阿舍离，一份供养寺庙，光光了才来啊。这样干嘛？这样你的衣服啊，一切都是众生给予你的，你才能够感恩众生。从今天开始为众生而修学佛法吧。啊，千万！所以各位下回要出家，不要带钱来。我在台湾还碰过一个，他出家，师父，我到你那边出家，我自己那边盖一个套房装冷气，我请2个仆人。我说你不要来了，啊，真有钱，我知道，县长的夫人，啊，后来现在得忧郁症了，啊，所以因为这样，他不能够融入到别人，啊，虽然不带给我麻烦，但是你这样就带给我麻烦了，啊，你没有跟我们和合啊，没有融在一起啊。啊，所以各位呢，经常念这个世界啊，加持力就很大。啊，所以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因为从慈悲找到了力量，自私让我们生命很脆弱。我很爱我的太太、小孩子，但是我很怕，啊，很怕，很脆弱。我以前不会这样啊，因为那种自私的爱会让自己虽然好像很甜，但是就像吸毒一样很痛苦啊。但是后来学习了无私的慈悲的时候啊。开始就知道生命有打气了啊，所以痛苦是佛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哦啊，这样来唱，各位不是唱给你听哦，唱给外面这些随时要想的外面这些人听啊，他正在转法轮哦啊，回旋曲哦你要赶快让他看到佛，你的珠子变成阿弥陀佛灯珠啊，变成嗡嘛呢呗咪吽转。啊，我经常观想，所以各位，我们现在你在那边做职员，负责转轮没关系，一直观想那些，我往那边，我往那边，谁投了就进到极乐世界来。啊，本来佛教就这样啊，不是叫你不要在这边做事，你要转化你自己。啊，转化你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佛菩萨，他们追求的都是佛法。好，各位翻到71页。这一首歌在台湾是一位仁波切叫普曼仁波切所唱的啊，曲是一位佛教徒所做的。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人间菩萨啊。好，大家一起来念。没有苦，怎有最美的幸福？不要轻易哭，但愿众生都得度，眼泪化成慈悲的甘露。我们都是人间菩萨，快乐来自你懂得放下，一起将心化为无量啊，心间菩提会发芽。唵嘛呢呗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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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嘛呢呗咪吽。
风雨也无助，没有苦，真有最美的幸福。不要轻易哭，但愿众生都得度，眼泪化为慈悲的甘露。我们都是人间菩萨，快乐来自你懂得方向，一起将心化为无量啊，心结菩提会发芽。这条歌内容也有一个好处，哪一天你要离开你的爱人的时候，你就要唱这条给他听。为了你我的爱，我要冲哦，风雨也无阻哦。没有痛苦，怎么会有最美的幸福呢？我们出家，我们要开始奉献，也是为了这个，所以不要哭哦。为什么？但愿众生都得度，要把眼泪化成慈悲的甘露什么是人间菩萨呢？这句话最重要，快乐来自于懂得放下你想要抓住什么，痛苦就来了所以呢，一起将心不要只爱一个人，不要只爱一个方向，要化为无量的爱，学佛爱众生一起相信化为无量那我们心里面的贪嗔痴会消灭，心间的菩提会发芽。那虽然理论是如此，他做不到所以赶快Om Mani Padme Hum，念咒就是要保护你的心，在那种悲心的状态里面。像我们讲佛法只是沟通直接持咒才是超度加持所以咒语跟佛号有这个特别所以各位呢，哭的时候就赶快Om Mani Padme Hum因为伤心嘛就是因为放不下。好，12页这个点灯祈愿文，我们今天就不唱，用念的那希望大家跟着这个阿底峡尊者所写的文，大宝法王为我们翻译，而且后面的曲也是大宝法王做的曲然后呢，他希望大家都要修这个点灯仪轨，一开始是发菩提心。但愿再来就要有一个正行的悲心最后回向，但愿众生来。我们如果翻到12页就一起念来真心的观想真是如此来一起念。愿灯具成为等同3000大千世界，愿灯油尽成须弥山王，愿灯油尽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山油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嗡班扎阿罗给阿吽艾玛呼。我看我们还是唱好，大宝法王做的曲唱一遍。
凡尘生中尽奉献，父母为首有情重，此生已经各所生，皆能亲见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善根种地利，无等如此说法愿，祈请加倍所得成。贝亚他班禅之扬，阿瓦波达那耶梭哈，贝亚他班禅之扬，阿瓦波达那耶梭哈，贝亚他班禅之扬，阿瓦波达那耶梭哈。各位，你看我唱的认不认真？我都是很用心的，啊，习惯了，做什么都很认真，很认真，真是如此。唱还看到外面，你不知道有没有人抓几个进来，啊，就听一听，哎呀，这里面演唱会哦，啊，进来啊就得解脱了啊。所以来，我们来唱《无尽灯》54页。各位要把你心中的灯打开，就是菩提心灯，以大慈悲为由，以大悲愿成佛度众生为柱子，那开发出大般若不执着的光，啊，利益众生，啊，让这个灯啊一盏接一盏的延续下去。希望各位生儿育女不是生出业障男、痛苦女，啊，生出这个菩萨男呐，生出这个护法男，啊。所以呢，这个叫普门品里面叫求男得男，求女得女，都是这些端正男、庄严女，啊的延续的佛法，这个最重要啊。所以来念这个无尽灯。一盏灯带了温暖万分，指引着这路途，使我不会迷了路。一盏灯万分恩，驱走黑夜的寒冷，心灵中的虚空，永远永远相
指引一切众生。在黑夜里，更值得我们珍惜，燃烧着自己，奉献出的是福利。一盏灯，点完灯，让这夜里不再寒冷，让众生也一样感觉这份温暖安详。无尽的无尽恩，大慈大悲照世人，让它指引一切众生，大慈大悲照世人。再来，我们现在各位在最柔软的悲心的时候，现在呢，我们来下施众生啊！我今天难得睡午觉，结果通通在做噩梦啊！然后呢，这里面很痛苦，然后外面有很多男人在赌博啊！就我以为都在我窗户，我爬起来看，不是啊！现在不好睡觉啊！所以呢，可能是忘了施食啊，所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要做大火供呢，来云顶做大火供那不多好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施食，甘露施食。这个施食呢，就要给所谓的山神、树神、鬼道众生，让我们生病的冤亲债主啊，甚至这条路上希望不要有车祸。那各位要把这个食物呢，观想成无量无边。甚至在点了这个供佛的酥油灯令这些看不见的众生都可以看得到真理看得到离苦得乐的道路那各位如果愿意经常施食最好。事实上，我们中国人都会做修金座、修银座拜好兄弟，但是那个还是自私的啦有所求的。我们所讲的是知道鬼道真的需要，那我们更要帮助他，特别在云顶，什么鬼最多？赌鬼好，我们一起念会念的就一起念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圣觉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爱护助。我今招请十方刹，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来，各位右手拿出来，第一按的第三，这是观音菩萨的慈悲手印。念的时候呢，这样绕他们通通到云顶来就解脱就今天有佛法来一起念。南无波波地揭谛多利达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揭谛多利达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揭谛多利达那耶多耶。来了就不要吵架，和平相处，解冤咒来。唵三多来解多萨婆诃，唵三多来解多萨婆诃。唵三多来解多萨婆诃。开咽喉，让他们的喉咙都可以打开
所以希望各位多买一支这个啊，到处喷甘露水啊。然后呢，你只要放一个杨柳枝，都变成观音菩萨的甘露水，那你会念很多佛号咒语，那当然更好啦。然后只要喷一个水滴，都变成一个光，这个光就把这个恶鬼道的身体的痛苦消灭，喉咙打开，所以非常的慈悲啊。我们念3遍，有水的就洒水，或者一滴也好哈。唵波波提提切多利丹达耶多耶，唵波波提提切多利丹达耶多耶，唵波波提提切多利丹达耶多耶。没有享受过这种慈悲的快乐的人，等一下下课拿一次喷一喷呐！啊，云顶啊，以观音菩萨手内扬之，不计秋，瓶中甘露片时洒，你就知道哦，观音菩萨为什么随时在洒水，甘露水啊！再来念辨识咒，把这些食物各位要观想啊，整个云顶，整个吉隆坡，整个马来西亚充满了这些鬼道可以用的食物，不是说你给他吃，他就可以吃。鬼道最多是吸味道，如果有福报，根本不能吃。但是你念这个咒，这个食物就变成无量无边，它可以吃啊。所以会念的就跟我念，不会念的打手印也有功德。来，手一样拿出来，这样啊。然后呢，很多的食物啊，这样要布施。好，来。南无萨瓦达那多瓦罗揭谛，唵三本来三本来唵。南无萨瓦达那多瓦罗揭谛，唵三本来三本来吽。南无萨瓦达那多瓦罗揭谛，唵三本来三本来吽。再来甘露水啊，就是让合掌，每一根手指头出现了白色如牛奶的甘露，流到每一个地方啊。南无梭罗波耶，怛那耶多耶，大智多，唵梭罗梭罗，怛那梭罗，怛那梭罗萨婆诃。南无梭罗波耶，怛那耶多耶，大智多，唵梭罗梭罗，怛那梭罗，怛那梭罗萨婆诃。南无梭罗波耶，怛那耶多耶，大智多，唵梭罗梭罗，怛那梭罗，怛那梭罗萨婆诃。普供养安耶耶那三波哇哇自来吼，安耶耶那三波哇哇自来吼，安耶耶那三波哇哇自来吼。想麻烦各位借我几秒钟，现在麻烦各位要观想，鬼道都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没有住的地方，所以叫孤魂野鬼。所以这个时候要观想很多金银珠宝、钱、衣服，包括衣食用品都给他们。你只要观想。佛菩萨加持，念这个咒变成真的，然后有无量的食物、无量的甘露，都要布施给他们。然后特别你头痛，特别你经常胃动，你还观想什么？我把胃给你好了，啊，的意思是说你布施你的身体给这些冤亲债主，他得到了满足了，你胃痛就好了，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各位这个时候用观想的，不是真的，所以你不用怕。你把你的房子变成几百栋给他们，你把你的黄金都变成给他们，你那个耳环通通给他们。啊，你要这样观想啊，那变成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那楼上的今天的赌鬼就通通就停下来了，回家了，跟我们来念佛，哎，啊，嗡啊吽要这样观想啊，各位眼睛闭起来，一直观想啊，来，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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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好，跟我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好，还少一个啊，要麻烦各位手的叫施无遮，就是大小都没障碍，都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所以要念这个施无遮咒。各位跟我念：汝等鬼神众，我今施如供，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嗡目尼铃说哈。哎，在念的时候呢，手这样朝下，食物啊、宝物都留一些处哈。念7遍就这样7次，来，手要柔软哦，来。唵目尼铃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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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弹指。
跟我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各位有时候你想想，经典写得很好，喜欢赌博呢，摸钱的手粗粗的，写经很多；喜欢施食慈悲的手就很柔软所以诸佛菩萨经常打手印，慈悲的打手印，利益众生好。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来祈祷，愿这世间一切。愿给一切众生安乐交作持，愿把一切众生痛苦交作悲，以慈爱来感化冤恶，以良善来感化邪恶。愿给一切众生安乐交作持，愿把一切众生痛苦交作悲，以施舍来感化灵舍，以真实来感化妄言。以慈爱来感化人以良善来感化邪恶，以施舍来感化灵舍，以真实来感化妄言。好，大家请合掌，请跟我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当愿众生身心自在，衣食无缺，发菩提心，同生净土，共成佛道。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好，请放掌。我们尊贵的传喜法师，我们慈悲有如药师佛示现的空禅法师，我们刚刚在台上，我看我们拿督黄家全居士的脸有如报身佛我们为我们菩萨示现再来的黄居士鼓掌佛教最大的期望，希望这个世间有人王出现。我们念大悲咒的人得到15种好，第一种好就是能够生在有佛法的国家，第二种好就是能够生在懂得佛法的领导者。那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保障
所以我们要多念药师佛，多念大悲咒。更重要的，没有错，这个世间治安越来越不好。那么这是因为各种现代的媒体文化的传播。那么《药师本愿经》里面更有说，如果这个世间有这种盗贼难，那我们更要念药师佛的名号，实践药师法门，就可以去除。那我们在修行药师法门有3个重点，事实上是一切修行都需要这3种力量。来，大家来念一下来：以我清净功德力。第二，诸佛菩萨加持力。第3，法界缘起力。对，如果这3个力量成就呢，一切都可以转换。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诚心，很诚心，这是一种自我功德力、信心，对三宝的信心。那么在药师经里面更要求我们，如果能够受8关斋戒，那更是功德力的圆满，叫自我功德力啊，点灯啊，布施。那第2个，诸佛如来加持力，那我们就要念佛名呐啊！我刚刚看到后面有一句话，来跟我念：众病闻名，悉皆除啊！所以我们要多念药师佛名号、药师经、药师咒、药师咒，诸佛如来的加持力，包括这一句话念下来：深光大愿皆殊特啊！药师佛的琉璃光身乃至12大愿都是殊胜的啊！这个就是诸佛加持力。那第3的法界缘起力，那药师经告诉我们要放生，要点灯，要修种种的福报，所以前面点了49盏灯呢。啊，我们更高兴的是，明天我们晚上，我们怡保也成立了一个护生园，啊，放了很多大乌龟、大甲鱼啊，所以啊，我心情特别好，大家鼓掌啊！我们怡保的护生园。像我福报比较小一点，我先做护生园，然后我们空禅法师福报大一点，救人，盖医院，啊，救乌龟当然容易了，啊，救人我要有福报，一步一步来啊。今天我特别高兴的是，下午移民厅给我一本护照，上面写的马来西亚是你第2个国家，啊。所以各位以后不要说我是外国人了，啊，我拿到这本护照，很有亲切感，啊，那这样啊，我就可以多回到我们的国家来，啊，所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第3个力量啊，是这个点灯啊、放生种种的力量啊。那刚刚我要进来以前，我们湛杰法师宣布我们要唱一条歌。那我想啊，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唱这条歌。我们都是一家人呢，各位真好啊！这一次全球观音法会用一个莲花拥抱一个地球，各位这个就是学佛最高的精神了。用清净的大悲心呢，拥抱众生，拥抱世界啊！所以我们跟蟑螂、蚂蚁是不是一家人呢？是啊，啊！所以佛教讲空性。谁跟谁都有关系，所以唱这个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时候啊，各位以后看到不认识的人都要跟他笑一下，啊，真想拥抱他啊！所以绝对没有敌人，没有对立，天神地鬼、山河大地都是一家人。没有太阳，没有树，没有水，谁能够活啊？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前面摆了这么多的服务，等一下还要烧给鬼道、地狱道，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啊？都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空禅大法师盖报恩寺，为什么要报恩呢？众生都是父母啊，所以要报恩啊。生病的人、老人家更是我们的父母啊，更要报恩啊。这个就是体现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精神啊！所以各位学佛的人会不会孤独寂寞啊？不会。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要把一心化为无量心啊！
所以来，大家一起翻开《一家人》第几页？11页，17。请各位今天用心唱，不要用嘴巴唱，要由你的内心承认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家人，我爱他，我关心他。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普世责任要展现出来，以这样的来唱这个《一家人》啊。你的笑声，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各位，等一下法会结束，至少找10个你不认识的抱一抱，好不好？这个就是学佛的开展，真正的慈悲。难得大家聚在一起，身在一宝，还不认识啊！我的快乐来自你的笑声，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相惜，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在佛教最高的开悟叫空性的开悟。空性不是你坐在那边眼睛闭起来思维而已，有空性的开悟，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单独的我存在，只有缘起和合的我存在。所以我们跟一切的众生
包括花草树木，都是一家人，这个才是最高的体悟开悟啊！再来，各位请翻到12页，更重要的药师法会，我们要点灯，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点灯的仪轨，非常重要，一定要跟各位来讲解。那这个点灯祈愿文是由伟大的阿底峡尊者所写，然后呢，现在大宝法王噶玛巴尊者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呢，愿我们大家经常来修这个点灯仪轨，而且点灯的功德特别容易展现佛教的智慧与慈悲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前面点了49盏灯啊，那各位一定要跟着这个点灯祈愿文发心啊，这样来祈求父母众生都能够见弥陀往生净土啊，所以来大家一起来念啊，一开始是用嘴巴念，然后祈愿文的部分呢，就大家来一起唱啊，请看第12页，真心的这样子来念啊，来一起念来，愿灯具成为等同3000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亲见。然后念这个点灯咒，各位将来都可以念来。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嗡班扎阿罗给阿吽。再来阿妈后就是赞叹啊！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一起来祈愿啊！各位要用心、真心的把它念出来，真的要这样去实践。好，所以这个点灯祈愿文的内容真是好到圆满的境界啊！点一个灯就能够把自己的心变成无量心的，愿一切父母有情众，不管他是在什么生命形态，都能够亲见佛净土，都能够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啊！那最后这个成就所愿咒，各位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哦。你的儿子说：“爸爸，我想要到英国留学。”那你要赶快大家把这样阿瓦波多你也说哈。他说干嘛？祝你满愿，诸佛菩萨一起加持你啊！这就成就所愿咒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好，麻烦各位翻一个离病祈愿文第10页。那这个离病祈愿文，我们希望我们怡保的菩萨也通通能够知道，因为曾经在藏地发生了很大的传染病，那么很多大德上师做各种的修法，这些传染病还是没有办法消除。那个时候，萨迦派有一位大尊者，那么他在定中就写出了这个祈愿文。这个祈愿文写完，就发给大家去念诵。念诵完以后，整个的病都消除了。那事实上，经典也是这样写：如果能够把一切病的名字，乃至病的这些魔障的名字都请出来，马上这些他们都会离开啊！所以呢，这位尊者把全部病的因缘，乃至病的种类、病魔的名字都写出来，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病苦都消除了。所以第10页一开始我们要发心，整个大乘佛教的重点就是发菩提心，动机决定一切。你所做的我今天放生，我今天点灯，是希望我的儿子健康，我赚钱。那这个都是自私的心，就不符合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因为我的爸爸生病，所以我知道这个世间的病苦这么多，所以我要发心做这个事情，帮助愿世间众生的病苦都消除。那你的父亲呢，就得到更大的力量的加持。所以发心一定要是对整个世界啊。
那我们追求佛教最高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外在的佛，而是内在的佛性，明空之法身。刚刚我们那都所讲的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是永恒的，本来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法身。报身是功德圆满呐，应化是你视现再来，我要视现做女人，我要视现做猴子，来帮助众生所以每个人要找到自己光明圆满空性的法身，这才是真正的发心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发心文念一遍来第10页，很真心的为一切病苦的众生。病有2种，身体的病跟心理的病，贪嗔痴造成轮回的苦身体的杀业造成身体的病苦我们要发心愿众生离开一切痛苦一起念。我与等空诸众生，皈依殊胜上师佛，皈依三宝佛法身，上师本尊空行众，并以一心成归向，自心明空之法身。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念 Om Mani Padme Hum 来。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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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Om Mani Padme Hum。希望各位把一串念珠放在枕头旁边，早上一睡醒，马上念108遍 Om Mani Padme Hum， 你的全身的病苦都消除。这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一天做事都顺利。希望各位有信心念诵这个仪轨。那么就像不管对谁，我们都会念经文仪轨，希望他能够得到离苦乃至往生者超度。这首先就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来念诵。再来麻烦各位翻到60页，我们一起用嘴巴来念出这个大宝法王噶玛巴对这个世界所写的一个歌词那你看这个心量要有多大，关心的是整个世界，世界就是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大家很用心来关心整个世界，念出这个世界来，大家一起念来。世界我们在您怀里生生死死，我们的苦乐在您身上自然舞动。您是我们的家，从古至今，我们永远珍惜您。愿您化为那梦中的净土，一切平等无私的国度，与慈爱温柔的天女，拥抱着您的期盼，坚定不移。您是最亲的滋养，却莫任意展露您黑暗的一面。我们要让您的一方一土成为和平良田，千万幸福的果实，自由芬芳，圆满成熟我们无尽的期望所谓大乘佛教呢，就是我们要心要对整个法界世界来承担一切责任，连呼吸都在修行，把众生的苦难吸到你自己来承受，把自己的一切快乐善业不断的呼出去给一切众生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心，所以叫无量心。虽然我们的身体小小，虽然这个讲堂小小，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变成无量的大。那各位要随时展露这种无量的心。所以我们所谓追求善知识，他不是跟你谈情说爱，谈这些世俗的东西。善知识是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个无量心，他的身体就跟山河大地合在一起，他的心呢跟天堂地狱诸佛菩萨合在一起。那我们是亲近他的心，上师的心以这样的心我们呢就会不会离开菩提心，不会离开空性，
可以很快的消除我执啊。所以呢，特别点灯的时候，最容易展露这种心，在黑暗里面展露出这种光明的心，遍照十方啊。这个就是我们行菩萨道最重要的。后面呢，还有唱 Om Mani Padme Hum。那为什么要念咒呢，或念佛呢？当我们发一个心，真的要利益众生，但是我们明明是凡夫啊，做不到啊，所以你就要念这些陀罗尼总持。当你念这个陀罗尼总持的时候，就像我们插一个小小的电，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盖一个发电厂，发这么大的盒子发电，但是你只要把插头插进去，那边的电就完全的融入到你这边来。所以当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啊，你的心就跟诸佛菩萨合为一起，真的愿意去度众生，不怕苦，不怕死啊，这样的无量心，用整个生命融入，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所以有人问我说：“哎，师父，第2次让念阿弥陀如来很好，那第3次念伽玛8千念不下去。”他问我为什么？他说应该把阿弥陀如来放在后面，那个是最大的啊。我说差就差在这个地方，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哎呀，这个世间也有阿弥陀示现呢，伽玛巴，所以我天天跟阿弥陀在一起来，啊，不要把阿弥陀佛放在极乐世界，看不见，那就苦咯，啊，如果你天天跟佛在一起，以佛心相应，那心里多快乐啊！所以各位，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爸爸要做阿弥陀佛，心量大一点；妈妈要做观音菩萨，忍辱不生气。那你儿子个个都是文殊普贤哦，啊！所以要这样创造自己啊！所以各位呢，过去怎么糟糕都没关系，从现在开始，当下即是，当体即空，勇敢承担。我就是药师佛。你要这样承担，所以我要开医院，这样来就解脱。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佛慢，不是我慢了，我要承担佛陀的责任，慢。所以我要把用我的佛性来做事情，来面对众生。这个就是当下的转化，立地成佛，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承担，不要说哎呀拍谁了，我不会了，我不行了，那谁行啊？啊，这个社会一定要更多的人跳出来承担佛菩萨的责任啊！所以呢，殷殷期盼不舍众生啊！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哎呀，又在轮回了，妈妈又要流泪了啊！所以我们要承担佛菩萨的力量，来利益众生。好，那我们就暂时唱到这个地方，再唱下去都不用演讲了啊！这一本哦。就给他带回去。不过各位来，最后来，一定要讲一下这个用佛曲来供佛、供众生有什么功德，我们也要念一下啊。113页，113页啊。像各位刚刚这样唱一唱，内心舒不舒服啊？舒服，软化。念诵佛曲为众生，你看。所以这上面有写哦，供妙音乐的功德。什么叫妙？妙就是以般若大悲相应的妙啊，这不是海涛个人演唱会，那什么意思？那光头唱什么歌啊？所以刚刚我听我们黄家全菩萨在唱，我掉眼泪，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从内心里面听到卢舍那佛的名字啊，实在感动得不得了。啊，又看到我们啊这个形象，报身佛这么庄严的形象，啊，你自然呢就会感动。那你不会感动，是你麻木不仁，还没有到。啊，看到佛要看到自己，哎呀，我就是佛，我怎么跑掉了？啊，听到 Om Mani Padme Hum 自己就哭啊！啊，我要恢复我本来的面目慈悲呀！啊，就像我们的佛性终于被刺到了，刺了，认出来。自然就感动啊，所以这样子来供妙音乐10种功能。第一个，身相端严啊，哎呀，将来外表啊，长得身高啊，六官啊，五官啊，通通这么庄严端正好看。第二个，见者欢喜，别人看到你不会讨厌你，
喜欢接近你，这个是行菩萨道很重要的。不管成为医生、成为政治家、成为法师，都要有这样子的能量才行啊。第三，音声微妙，声音好听啊，听即解脱啊。像观世音菩萨，谁看到我、听到我声音、想到我，马上离苦。各位要发这个愿啊，千万不要让人家想到你伤脑筋哦，伤脑筋哦，那完蛋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别人看到你、想到你、意念到你都快乐，很重要。第四个，言辞和顺啊，讲话好听哎。第五个，肢体适悦，这个很重要。各位经常用佛曲，你到了90岁还在那边爬山啊，还在那边做事啊，肢体适悦，这个很重要。第六，远离嗔恚哦，这是菩萨道最高的目标，不会生气。为什么？你在唱就在训练你的慈悲柔软心呐，为众生，然后呢，嗔垢的习气就消灭。第七，庆喜多闻。什么叫庆喜？哦，你今天在听佛法，好高兴啊，而且都把它背起来。这就是阿难在听佛讲法，就是这样的，庆喜多闻，不但高兴背下来啊。第八，从贵自在，身份高贵，什么都自在。有些人是高贵不自在，有钱不能用又高贵又自在，想出国就出国想干嘛就干嘛。第九，命中升天。第10，速证圆满，功德乃至烦恼即灭，叫圆寂所以后面还写了很多的功德。那希望各位呢，大家多用佛曲来利益众生。好，那麻烦各位把这一本带回去，里面有一些错字，为了要赶来马来西亚快速印，然后就寄来了所以里面有一些像一盏灯我们无尽灯里面有一些歌词排错了，不过没关系，各位都会改好，那我们来讲几个佛教故事乃至呢，等一下马上还要做施食火供那谈佛法，首先叫信因果那我刚刚在车上看了一个真实故事，看现在记得起来记不起来，报告给各位听在台湾南部有一位小姐读到了研究所，中文研究所硕士毕业。那么毕业以后结婚了，那也生了一个小孩子。后来呢，到佛寺以后就发现自己好想修行乃至出家，就跟他先生说：“我好想出家。”他先生就很生气想尽办法百般刁难，不准他再接近佛寺啦，亲近佛法。那么有一天呢，他的公公先生的爸爸生病这个中风，然后那一天呢，他的先生就不在家，在医院住在医院照顾他的爸爸。就在那一天晚上，他自己跟小儿子在家里面突然就来了一个盗贼，跑到他的房间里面来，拿着刀要挟他，而强暴了他，就在他小儿子面前强暴了他，而且还打伤了他，头都流血了，把他的金银财宝统统抢走了。然后那一天晚上，他先生回来看到这个事情就赶快带他到医院去检查头部然后没多久又带他医院，怕她怀孕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内心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而且这个儿子慢慢长大以后呢，奇怪，都不听话讲什么也不听他也觉得很懊恼，为什么小孩是这样子呢？那后来他先生也很体谅他，精神都快崩溃了，就邀他一起搬到乡下不要再想那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每次他先生要跟他亲近的时候，他都想到那个男人一样强暴他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也没办法跟他先生在一起。那后来搬到乡下以后，有机会又亲近到佛寺，而且他以前认识的师父刚好在那边然后他就把他这个心理痛苦告诉他的师父，他师父说这个你要在佛前忏悔真心的忏悔，不要怪那个强暴你的人，不要怪你先生，也不要一直怨你的小孩子，你要好好的忏悔。结果有一次他跪在佛前忏悔的时候突
突然旁边有一些信徒被鬼附身，而且这个鬼附身的时候啊，马上就瞪着这一位刚刚讲被强暴这个女人。那么这个鬼什么？一个小孩子，用一个很恨的眼神看他，我非常的恨你，你为什么要把我拿掉？你为什么要把我杀掉？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堕胎的小孩子。因为呢，他刚跟他先生结婚的时候，那时候经济能力还不够，有一次好像要怀孕了，他就跟他先生商量，不知道是不是怀孕，所以干脆去西药房买一个避孕药。那个时候初期看怎么样，结果那一次呢，就把那个怀孕的胎儿自动的流掉，没什么感觉。原来这也是一种堕胎，所以这个小孩子就一直恨他，跟着。那不但跟着他，这位被附体还说你现在这个小孩子这么不听话，不断的让你伤心，就是我在伤害他，就是我不高兴，你为什么把他生下来，把我杀掉，把他生下来，我要找他麻烦。哇，那个时候他跪在那边哭他的师父知道这个事情就那你一定要赶快来忏悔，在佛前发愿，生生世世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多参加超度法会多布施那么后来这个信徒昏倒了，等于小孩子退掉了，他又在那边虔诚忏悔的时候，又另外一个信徒又附身了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怎么讲呢？她说你上辈子是个男人，我是个女生，想要去寺庙出家，结果呢，你不放我去出家。那个时候，他跟两个是男女朋友就对了，你还想尽办法，好像半强暴我，令我怀孕。我怀孕以后，那我就不能出家了。所以因为这样，这一位女生呢，好像被强暴的女生就郁郁寡欢而死掉。所以他就说了，所以我现在生生世世跟着你，障碍你修行，破坏你出家。他师父看到这一幕就叫他跪着赶快跟他忏悔。所以呢，那个时候他终于了解了，不能怪别人今天我被强暴、被打伤、被抢钱，还是我过去是伤害别人今天小孩子不听话，就是另外一个小孩子在讨报一样所以呢，他从那一天开始天天到寺庙来忏悔布施而且发愿，从今以后不再怨，不敢造任何业。事情没有过半年，他先生开始对他很好，因为他的先生以前只要他跟男人讲话，出去哪里，他先生都会吃醋现在开始不会了，而且他跟他先生谈佛法，他很喜欢听。那小孩子也变得很快，妈妈的话都愿意听了慢慢就越来越健康所以各位，我看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前世造什么业也不知道那特别这里面讲到这个堕胎的事情，造成了一个恨那么所以呢，这里面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第一个自己要认错，要忏悔那忏悔呢参加这种忏悔法会最快了。那再来就是要虔诚的发愿，不再造同样的恶。再来呢，多布施包括我们去做这些善事放生，那你会发现很快的就可以转变你的生活改造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故事也是中国佛教里面真实的故事，在隋朝长安有一个人叫赵文洛，他后来病死了，结果棺材在他家里放7天准备盖棺的时候他的脚突然收起来，他家里吓坏了，他居然醒过来醒过来以后，他家里又高兴又怕，然后就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呢？这位赵文洛也是一个地方有势力的有钱的官人，他就说了，我舍报以后就到阎罗王那边，那阎罗王就问我说，赵文洛你在生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福报那赵文洛就回答阎罗王了，他说我专心受持金刚经阎罗王马上赞他善哉善哉，这个福报最大所以呢，但是你今天会到我这边来，一定有造什么罪业。然后呢，就令那个无常鬼把他抓到一个墙壁，突然出现一个洞，把他的脸塞进去。一塞进去以后
突然那边就有很多手，包括畜生啊，抓他的头。那个时候他看到哇，外面是大地狱耶，很多众生在受苦。不但如此，有很多猪啊、羊啊、鸡啊、鱼啊这些动物啊，一起要来跟这个赵文洛讨命索命。这个赵文洛说：“我又没有伤害你们，你们干嘛找我啊？”这些畜生一一的跟他报：“你在什么时候杀我们、吃我们？你吃我的头，你吃我的脚，你怎么样的分割我？”一一的跟他讲。哎呀，赵文洛啊，自己还记得，当场落泪啊。那这下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赵文洛就跟这些畜生道说啊：“如果你们放过我啊，我一定好好的忏悔，修大福报，一心念佛忏悔修福报啊，来报你们哈，来超度你们，请你们放我走吧。”结果这些畜生啊，知道说哇，终于可以得到福报，搞不好可以离开地狱，就放他了。那放他以后，赵文洛又回到阎罗王的面前，然后阎罗王说：“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但是呢，你现在还不用死，我放你回阳间。但是要放他回阳间啊，阎罗王叫人家拿了1碗的铁钉，1碗的铁钉，拿出5只放旁边，其他的要赵文洛当场全部吞铁心吞下去，吞铁钉他没办法，就被张开口，把铁钉通通吞下去，里面开始流血。然后剩下5根铁钉干嘛？叫旁边的鬼啊钉头、手脚，像耶稣一样把它钉在那边。钉完以后，然后赵文洛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等于7天了，他又活过来。那活过来以后啊，头啊、脚啊、手都在痛，内面的胃肠啊都在痛。为什么？阎罗王跟他讲，这个就是你杀生吃肉的果报，你要记得啊。所以他一醒过来以后啊，就跟他们家里讲：我现在什么事也不做了，我要好好的忏悔，天天的修行啊，不间断的念《金刚经》啊，到处去放生啊。结果他这样做了几个月以后，慢慢的内脏的痛才停止，头啊、脚啊痛才停止，代表这些杀业、吃肉的业消除了。一心念《金刚经》。那后来有一天，他做生意那么带了很多马车要去送货给人家的时候啊，休息在一个地方。结果休息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半睡半醒，突然有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女人来求他，请你放过我，请你救我的命。赵文洛一醒过来以后，这是怎么回事？就把那个车站的站长找过来啊。他说：“你们现在有要做什么事情吗？是要杀生吗？”这位站长说：“哎呀，赵工人呐，你年纪那么大，难得到我这边来啊？哎呀，我在边地抓了一只青色毛的羊啊，准备宰给你吃啊，给你进补啊。”他一听，千万不能杀，多少钱我给他买下来放掉所以呢，他又做了这一次的大放生以后，整个身体的病苦都没有了。更虔诚的念《金刚经》啊，到后来呢，老的时候无病而终，见佛往生所以各位呢，这是我们中国佛教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各位，吃肉要吞铁钉还得了那吃头呢钉头所以你现在已经在痛了昨天我在云顶碰到一位菩萨，我不能讲他的名字，很可怜。跟我握手，没有手都已经这样子了，痛他说：“师父啊，全身痛，什么就是有钱，其他都没有所以他做了很多布施我赞叹他。但他说就是这么痛。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师父，我跟你讲好不好？来云顶我都看过鬼，吓坏了而且呢，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我跟他讲，你这个痛应该是杀生。他说你就知道了，他最喜欢杀那个果子狸打猎杀的特别多杀来吃。讲到后来，他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因为他问我有没有儿子，我说有他说那你怎么舍得离开你儿子？我说出家后来他就老实讲，他说师父，我跟你讲好不好？我死了2个儿子了，你看他痛不痛现在想了都痛我说是那个真的很痛没有办法形容我跟这位菩萨说，那你要想一想，这就是因为你杀他们，他有可能来投胎做你儿子，报你的仇现在你痛不痛？痛痛得不得了
啊，他说我有放乌龟啊，啊，我说你杀果子狸放乌龟，乌龟当然要放啊，但是这个果子狸的章谁要啊？啊，他说我们的马来西亚又没有果子狸，啊，我说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到深圳到台湾可多了，他们就喜欢吃这些，你就赶快托人家赶快买赶快放，啊，你想到你这辈子杀什么你就放什么。而且今天下午我们更告诉各位，我们在吉隆坡又成立一个莲花护生园，500公亩这么大的护生园。然后呢，但是呢，也看到了有一幕很大的痛苦，有一个小女生呢，很漂亮的小女生，眼睛看不见，爸爸妈妈都是高等教育，在英国开业做医生啊。那为什么？而且抱他女儿来干嘛？他女儿很聪明但是眼睛看不见。后来有一个居士就跟他讲，他说我看过佛经啊，听海涛法师也讲过，这个眼睛瞎掉，有可能是杀螃蟹的关系。他爸爸马上哭得不成人形。你知道为什么？他爸爸说：“我以前做医生，实验最多的对象就是因为他研究眼科，所以螃蟹的眼睛是最灵活的，没有眼皮，他必须一直伤害它，所以马上感召了这样子的女儿来所以女儿眼睛看不见，他们两个父母包括阿公阿嬷哭成一团，在那讲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而且这个女生又特别的美，特别的可爱，我到现在还想着她。各位，你最爱的都是你的仇人，让你爱死了。记住哦，他去讨你债，就是让你非常爱他，非常爱他，但是又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给他讲这个道理：你现在要惭愧心，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对过去，然后呢，螃蟹、虾子多放一些，那这可容易了螃蟹、虾、大闸蟹可多了。希望你的女儿不过我看她这个女儿聪明，她跟传习法师在讲话，我听了老半天，听不懂半句。传习法师也听不懂半句，但是讲得很认真。我们就问他爸爸，他讲什么话？他说他们也听不懂。自创一种语言，而且这个语言就是我们一听古时候中国地方的语言，等于这个小孩子有前世的记忆他很认真的讲了很多。我们两个像在听鸡同讲话，还听老半天。但是他很认真代表这个小孩子不是一般的小孩子，有特殊能力但是呢，他有这样子的业报所以我想我讲这些，各位你还敢吃螃蟹吗？你要吃虾子吗？你会梦到吞铁钉这个最重要再讲2个故事，一个是我们台湾真实的故事，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台中市中心街发生了一个大火灾，因为有人做爆竹砰一声整条街都毁掉，当场死了30几个人死了30几个人的时候然后灭完火以后，居然有2家店面连招牌都没事，上面写什么3元素食馆、元觉素食店而且有人看到，当这个大火在烧的时候这2家素食店上面就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老人，拿着大扇子，火要过来就给他吹过去，不让他烧到这素食店所以这真实的故事让当地的人呢更相信吃素，光开素食店功德就这么大开素食店就是慈悲救人不杀生所以各位，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再来呢，在安世全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在江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叫鲟鱼嘴，那这个鲟鱼嘴就是一个2条江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风浪非常的大没有起风，所以古时候有叫无风山此浪，就讲这个地方没有风呢，这个浪就特别大而且呢很多船都会被打这样子的遇到很多船难，所以当地有一家龙王庙，所以他们都知道，只要开船经过那边一定要杀一些生物拜这个龙王爷，那行船经过这个嘴口就不会有问题，还真的很灵感。
那后来到了明朝末年崇顺年间，有一个戒德高深的大和尚路过那个地方，结果前一天呢，这个龙王庙的庙祝做梦，梦到什么？这个梦到啊，龙王爷跟这个庙祝讲啊，他说啊，明天要经过这一位大德和尚啊，跟我前世是师兄弟啊，同拜一个师父啊。他呢精进的修行，现在趁愿再来啊，广度众生。我一念贪心呐，喜欢吃血肉啊，过去出家人在梁武帝之前，很多出家人还是吃肉了啊，因为好吃血肉啊，所以现在虽然有福报，做个鬼道龙王，但是呢，毕竟是鬼道，所以他就跟这个庙祝说啊，拜托你。明天跟这位大和尚啊，请他为我龙王爷传授戒律啊，而且拜托你，我如果受完戒以后，告诉啊一切人不要再杀生用酒肉来拜我啊。这个时候啊，以后可能就会风平浪静。所以隔天以后，这个庙祝就跟大和尚讲，大和尚啊就搬个椅子坐在龙王爷面前，帮他传授三规五戒。愿他发菩提心，然后宣布从今以后不能再用酒啊、肉啊、荤食啊拜龙王爷。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寻鱼嘴的风浪不再有了啊，每一艘船都安全的经过。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啊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希望各位呢到处传颂。那各位，我们在念《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啊，有一位迦留陀夷尊者。念到这一位尊者，这位迦留陀夷尊者也是很惨的。虽然他成阿罗汉了，但是他死是怎么死的呢？他是被500个强盗杀死了，用剑刺死的，这样死掉了。啊，一位尊者，所以因为他被杀死了，波斯匿国王知道这个事情，一调查很生气啊，就把杀他的那一家人跟他们附近的18户有钱人家统统杀掉。不但通通杀掉，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这个有一位外道婆罗门非常有钱，他们那边18户人家都是盖得很漂亮的房子。那么这一位外道婆罗门呢，对迦留陀夷尊者非常的恭敬，每一次只要尊者经过，或是无论如何，他都要请尊者来他家里应供。然后有一天，这位婆罗门呢，要到很远的地方有事情。可能1个月没有回来，他就跟他太太说：“他说老婆啊，我1个月不在啊，迦留陀夷尊者啊，每个月都会经过我们这边，你一定要把他请来，好好的替我供养，不要忘了啊。”他老婆也答应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500个盗贼啊，看到这18户人家非常有钱，他们就准备行抢这18户人家。但是呢，这里500个盗贼里面有一个男人呢，长得很帅。结果呢，这个婆罗门的太太啊，居然去看上这个帅哥，啊，很喜欢他。他不用来抢，他开大门请他们进来啊。这500个人就天天在他家里吃喝啊，然后这个婆罗门太太就可以跟这个人通奸呐。后来再过几天，迦留陀夷尊者有神通要经过那边，这个太太就想说完蛋了，这一位和尚，我师父跟我说啊，我先生跟我说有神通，他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结果过几天，迦留陀夷尊者来了，也接受了供养。接受了供养以后，迦留陀夷当然有阿罗汉有神通啊，知道这个事情也不讲，笑笑的就离开。但是这个婆罗门太太也怕了，就跟那位通奸的盗贼说啊：“哎呀，我现在心里有个问题啊，如果我老公回来知道这个事情啊，一定会把我赶出去，搞不好把我杀了，能不能帮我忙啊？再过几天，那位比丘啊又要来接受我供养，你们能不能？他有神通哦，你们能不能500个把他干掉？”啊，这个盗贼说：“那什么问题啊？500个杀一个还不简单啊？但是如果按照迦留陀夷，他平常1000个人要杀他都没办法，10000个人要杀他都没办法，他有大神通了。但是那一天他进了家应供以后，500个盗贼一出来以后，他一点神通力量都没有，500个人一起把他杀掉了。结果他这个事情死了以后，波斯匿国王知道了，哦，调查结果很生气，18户人家通通杀掉。而且把这500个盗贼怎么处理，你知道吗？把他们的手跟脚都切掉
切掉，给它丢在水沟里面，让他们慢慢流血晒太阳而死，这样虐待他们而死。那这个事情发生了，有人就问佛陀，怎么会发生这么惨剧啊？佛陀说，凡事都有因缘啊。佛陀就说了，以前啊有一个大庙，这个大庙呢就是专门在杀生的，像印度现在还有，就杀羊的血拜祭那个鬼神呐。所以这个大庙的庙头呢，有一次有500个人要做生意，他们就抓了一头羊，又怕它乱跑，不用绑绳子，这500个人呢就把这一头羊的4只脚都切掉，它还没有死，然后呢就拎着这只羊啊到大庙来拜，拜完以后走了，哇，这个庙祝就很高兴，今天有的吃了，又有人带羊来了，就把这个还没有死的羊抓到厨房杀掉吃了，那佛陀讲到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啊，这个婆罗门太太害死迦留陀夷的，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羊。然后呢，那个庙主人是谁啊？就是迦留陀夷尊者的前世啊，杀羊来吃，所以现在被杀。然后呢，那500个男人是谁啊？就是那个500个做生意的人，把那个羊啊手脚剁掉带到庙里去拜，所以他们这一辈子500个人全部手脚被切掉，流血而死所以佛陀就把这个迦留陀夷过去杀羊，现在虽然证阿罗汉了，也要被500个人杀掉，这样子可怕的因果告诉大家。所以呢，各位听我这样讲以后，哇，原来慈悲不是光对人要对待一切的众生都要有慈悲，特别是牛。所以经典特别说牛不能吃。而且还说什么动物的内脏千万不要吃。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法一下吃素，因为什么？心事附在心跟其他内脏。这只动物被杀死以后，它的精神意识、灵魂还附在它，至少它的心脏跟其他的内脏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吃它，直接跟它结仇恨你。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经典又说，如果你现在没办法吃素要吃之前一定要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令其先离苦超度怀着惭愧心，但是一样有因果，一样有造业但是各位至少听我这样讲，了解多一点。好，阿弥陀佛。好。这是一个历史的场景。2004年1月1日，生命电视台正式开播。时透时空，2500年前佛陀的慈悲智慧与现代人的心灵正式接轨。传播科技的发达，并不全然为人们带来幸福。长久以来，媒体充斥着扭曲人生价值的报道，误导社会陷入恐惧不安与暴力犯罪的氛围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的，传播媒体可以污染人心，也可以净化人心。因此，在没有财团支持，必须独自肩负庞大的资金与人事压力的情况下，海涛法师毅然发心成立一个纯公益、不盈利的佛教电视台，立愿以禅禅法音的流润，使退堕的人心返回清净。于是，在三宝的加倍与众人护持之下，片砖片瓦地建立起人们心灵的新坐标。生命教育的宗旨是圆心、慈悲、戒杀、念佛、放生、吃素、佛学、教育、济贫、助念、佛曲、梵呗等全方位的理念是圆周。圆形的内涵是悲智双运，如此横续不止的转动法轮。生命电视台创造出一个清净的公益频道，
所有节目一律免费播放，并且让大家共同监督。在这个无始无终运转的法轮里，有我们共同付出的力量。因应众生根基的需要，生命电视台开发出多种样貌的节目形态，包括佛陀系列、佛法系列、僧伽系列、法门法会系列、佛法生活系列、放生护生素食系列，以及慈善公益弘法系列。树木从大地吸取无尽的滋养，并且不断向上开枝散叶，吐露新芽。2年后的今天，生命电视台已奠定规模。从2005年元月份开始，播放的频道已全省开通，各地都可以收看到24小时的弘法节目。立足台湾，胸怀世界，除了国内地区，海外可收视的范围已经扩展到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柬埔寨、新加坡、文莱、澳门、韩国、日本、澳洲以及中国大陆等地。未来我们更计划将视线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且以更多元化、国际化、生活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还要进一步规划完成播出平台，达到互动性更强的节目效果，以吸引广大非佛教徒来聆听佛法、认识佛教。生命电视台的历史是一切善业福德的累积，每一位护持会员的善款、捐滴之力汇聚成江河，再容流向十方。一切诸佛的悲智，借由当代的传播科技，走入家家户户。我们要收集人间的光明美好，用声音和影像来传扬真理与大爱。从此，媒体不再只是心灵毒素的媒介，而是能够净化生命、提升心灵的一股强大力量。期盼更多的善性大德加入，让佛法的智慧更广泛地展现在世人眼前。